事件的形式更新。终于，源头开始直接移除主要的潜伏者，该潜伏者是在时间开始之初，源头把自身火花的一部分投射到主要异常当中创造出来的。源头现在正在从量子层面解除宇宙与潜伏者的纠缠。当对潜伏者的清理达到临界质量时，源头将会直接解除地表人类与潜伏者之间的纠缠。当这种纠缠的解除到达临界质量时，事件就会发生。事件之后，源头将会解除潜伏者所有的残留和人类之间的纠缠。这个过程会在太阳闪焰发生时完成，同步发生的还有大海啸，这最有可能发生在随后的太阳活动极大期，也就是2037年或者2049年左右。根据现有的情报，推测事件发生的时间仍然是在2025年，尽管没有人会知道实际的时间到底为何。事件和太阳闪焰之间这段时间将会是人类进行巨大疗愈的时期。事件发生时，地球系统的热流会到达临界值，控制矩阵社会宣告崩溃，与外星种族的第一次接触就会发生，旧社会的熵值结构会被迅速移除，接着地球就会进入第4阶段。相片的第4阶段叫做不稳定薄膜沸腾阶段，天堂的石像泡泡已经在地球表面连成一张稳定的石像网格。这层天藏的薄膜是新社会的骨干，即便地表社会的整体局势仍不稳定，人类社会还是会继续向前迈进，整合，然后安定下来。由于正面外星种族主动与人类交流，地表世界会出现完整的光之岛。相片的第5阶段叫做薄膜稳定沸腾阶段，遍布在地表世界的光之岛成为活跃的转化逆转区域，地表民众会在这些光之岛进行个人和集体的扬升修行，数千名地表民众会在第一波集体扬升潮中达成扬升，他们中有些人会以扬升存有的身份回到地表，并且筹备第2波集体扬升，数十万地表民众会在第2波集体扬升潮中达成扬升，数十万名扬升存有当中，又会有一些人回到地表世界，准备筹备第3波集体扬升。地表民众在地球扬升的第5阶段已经完全习惯新颖的先进科技，而且届时地表民众已经达到足够疗愈的状态，作为一个集体的存在来接纳圣光。相片的第6阶段叫做最终闪焰阶段，地球扬升相片在这个阶段宣告大功告成，银河中央太阳会触发太阳风暴和地球极移，数百万名地表民众会在第3波集体扬升潮中达成扬升，银河舰队会撤离其余尚未扬升的地表人类，而且把他们送往一颗宜居星球，这颗星球会成为人类的新家。在那之前，地表人类可以通过疗愈他们的人际关系创伤和与性有关的创伤来加速移除潜伏者，因为那里往往是潜伏者隐藏最深的地方。好的消息是，在第1个宇宙循环周期之后的周期当中创造的所有潜伏者都已经被移除了，现在只剩下最初被创造出来的那个。从现在开始，地表世界的星象共振模式都会非常积极，这意味着正面的时间线变得稳定，而且会一直保持稳定。在这篇文章当中有着很好的解释。阿斯塔指挥部在1952年7月18日海王星、冥王星6分相时进入了这个太阳系。1952年7月19日，帕洛马山天文台记录下阿斯塔指挥部母舰进入古柏带并重新定位的过程。海王星、冥王星6分相
会在2025年再次到来。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共振模式已经在推动大揭露了。一些人预计2027年会发生全面揭露，这期间也恰逢海王星和冥王星6分相，但是全面揭露发生的时间很可能比这早得多。毕宿五存有已经开始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计划，预计会于2024年完成。他们将会在海底和地球表面的偏远地带建立大量的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会处于隐形的状态，不会被地表所使用的军事科技探测到。当时机成熟时，这些军事基地将会成为事件行动开始运作的平台。事件行动将包括毕宿五和抵抗运动在地表运作的成员。抵抗运动已经在地表进行着一些准备工作了，主要是禁用毁灭33涉及到的黑暗活动，并且测试星辰科技的有效性。目前该科技的效用发挥了90%左右。毕宿五存有已经开始在月球背面齐奥尔科夫斯基陨石坑建造一个军事基地，很快就会从那里开始进行对地球表面的进一步行动。毕宿五存有尤其跟仙女星系的存有合作密切，但是也与天狼星人、昴宿星人和大角星人在这个大型行动当中合作着。同样提供帮助的还有很多前秘密太空计划的成员，他们已经接受了圣光，与银河联盟进行着合作。在他们当中值得一提的是玛利亚·奥尔西奇和她的维利女士们。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某些德国的将军，他们曾经是德国纳粹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被转移到了新施瓦本岛，然后又被转移到黑暗舰队，最后他们被毕宿五存有俘虏。后来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被纳粹意识形态所操控了，接下来他们完全接受了圣光，现在正在为银河联盟工作。当毕宿五军事基地网络全面投入运作时，他们就会开始通过联络某些重要的世界政治家来暴露自己，然后真正有趣的部分就会开始了，并伴随着长远的地缘政治和外星政治的影响。这种接触一开始会秘密进行，这些军事基地将会成为对阴谋集团试图引发世界大战的威慑。毕宿五水下星际飞船会在弹道导弹潜艇面前现身。此外，毕宿五军事基地网络将会成为新量子金融体系的支柱，就像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对石油美元的支撑一样。全球事务办公室和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已经获得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毕宿五存有的计划是真实的，而且一定会发生。阴谋集团的某些成员现在非常害怕。昴宿星人从现在起将专注于与那些跟昴宿星人有着天然亲和力的光之工作者接触，还有合作。他们会逐渐地跟他们建立真正的信任。这样，当真正的在物质层面的接触发生时，一切就会顺利进行。所有与昴宿星人有亲密连接的，仍然希望参与昴宿星人私人接触计划，并且希望有昴宿星人加入他们12、21协助团队的人，他们的请求会获得批准。昴宿星人也会持续的全力致力于超光速粒子舱和地球以太网格，疗愈地球的地脉线还有经络线。现在一定数量的异常已经从地球表面移除，终于可以开始激活神圣男性的能量了。这会得到即将到来的毕宿五太空团队大力支持。神圣男性能量的激活焦点在于龙脉线的激活，那些龙脉线大多数沿着地球上的主要山脉分布着，而那里的超光速粒子舱、如意宝珠光网格与银河如意宝珠光网格将要被激活。对于那些想要埋放宝珠的人，可以在这里
阅读如何埋放的指南。沿着旧亚特兰蒂斯赤道埋放的银河如意宝珠也会被激活。这些银河如意宝珠的目的是疗愈次量子异常，并且带来女神艾欧娜的能量。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圣哲曼在多年前发起的新亚特兰蒂斯项目的一部分。雷神科技现在只发挥出了它7%的效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它的强度会大大增加。雷神之锤强度增加的一个面向是要激活各种玻璃陨石，其中包括如意宝珠、银河如意宝珠、捷克陨石和西藏波陨石。在学术领域存在着大量有关波陨石起源的错误信息，这些信息推测它们起源自地球，而且还把一些美丽的宇宙级别的波陨石降级为伪玻璃陨石。波陨石的确是来自星际空间，它们分别是在不同的恒星系统当中形成的。在那些星系当中，天使存有曾经想要把一颗行星从以太层面显化到物质层面，在显化的过程当中，那颗行星遇到了量子异常，并发生了爆炸。爆炸后产生的碎片散落到了四面八方，其中一些以波陨石的形态来到了地球。这些波陨石包含来自起源于那些星系的星际种族的高频率编码，这其中有来自天狼星的如意宝珠、昴宿星团的捷克陨石，还有来自银河系中心附近的银河如意宝珠。正如之前提到的，还有来自毕宿五的极其罕见的波陨石，以及稍微常见一些的来自仙女座星系的西藏波陨石。这些波陨石发现于西藏的阿里地区，大多不透明，有时会呈现出紫色。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西藏一侧，还发现了超级罕见的西藏玻璃陨石。它们在未来几年将发挥出非常特殊的功能，这尚需保持机密。绝大多数公开销售的西藏玻璃陨石实际上来自越南，而真正的西藏波陨石很难被找到。2023年即将结束，旧的金融系统再次出现了裂痕。随着基于债务的经济体系到达无法挽回的境地，这些裂缝会持续放大和扩大。崩溃发生时将会非常的壮观，然后一个新的世界将会诞生，光的胜利